我被女朋友绿了，等我踹开房门才认出，她的出轨对象是我最好的朋友。我疯了一样打砸家具，发现衣柜里还有一个人，是我另一个好朋友。你别误会，我没上场，我就是个摄像师。我一把夺过他的手机，好，合着你们还开着直播是吧？我看着手里的检查报告，不可置信地看着医生，脑瘤，而且瘤体的增长速度很快。医生，这个可以手术切掉的吧？医生推了推眼镜，先是沉默了一会儿。这个肿瘤的位置实在是不理想，实话实说，手术的成功率不高。能有多少？大夫没说话，伸出一根手指，1/10，这也太低了，1%。尽管医生的表情严肃，话语沉痛，但我就是感觉他在逗我。您这个有没有可能是误诊？大夫瞟了我一眼，你这电影看多了吧？你要是不信，可以换一家医院再看看。我去了第2家、第3家，直到几家医院都给我差不多的回答，我死心了。几家医院的医生不管是明说还是暗示，意思都一样。这种程度的脑瘤，手术成功率几乎为0，剩下这段时间，爱吃点什么就吃点什么，保证心情舒畅，说不定会有奇迹。我骑他奶奶个腿！我狠狠地把检查报告摔在地上，蹲在角落里，痛苦地抓着头发。半年，情况乐观的话，我还能再活半年。我才26，人生就进入了倒计时。电话响了，我接通，是女朋友。亲爱的，我今天晚上想吃大虾，你买给我好不好？我的女朋友叫于晴晴，长得很漂亮，我追了好久才追到手。看着她吃得满嘴流油，我嘴角不自觉地向上翘了翘。哎，你怎么不吃？不饿。哦，那你不饿的话，我可就吃吧。都吃了，我把包得干干净净的10几只虾都夹到她碗里。亲爱的，我明天想去逛街，没衣服穿了。好，答应得这么痛快。我挠了挠后脑，组织了一下语言。晴晴，我有件事要和你说。说，我生病了。她把筷子一放，你就是不想陪我去逛街，找借口。不是，我得脑瘤了，治不好。骗人。我把检查报告从包里拿出来，推到她的面前。她凝神看了好久，把嘴里最后一口虾咽下，眼泪噼里啪啦的掉。为什么会这样？晴晴，我想好了，我还能再活半年，这半年我想过些好日子，你陪我到处转转好不好？去哪？去哪都行，我还有70多万的存款，够花了。可你把钱花光了，我怎么办？火锅店上了一大桌子菜，算上我4个人。晴晴坐在我身边，对面是我最好的2个兄弟，董成功和挣钱。那个不能是误诊吧？成功夹了一块毛肚，一圈一圈地涮着，不忍心抬头看我。不能，看了好几家医院了。一口毛肚进嘴，烫得他大口哈气。那你有什么打算？我叹了一口气，想出去转转，把钱花了，不能人死了钱没花了不是？那晴晴怎么办？这句话是挣钱说的。晴晴她还没找到工作，你不给她留点，就是你的父母也没了，还能留给谁？晴晴嘟着嘴，小声地附和着。我笑了，把筷子摔进锅里。他妈的，我要死了！大哥大姐们，我要死了！你们除了惦记那点钱之外，能不能惦记我？我他妈就想死之前放松，出去转转，溜达溜达，这有错吗？我他妈问问你们，有错吗？成功看我激动，赶紧起身劝我。哎，他俩不是那个意思，你想多了。他妈的，钱是我赚的，我想怎么花就怎么花，有错吗？砰！晴晴狠狠砸了一下桌子。你说过你要养我的，我养你奶奶。晴晴哭了，拎着包出了饭店。挣钱拍了拍我的肩膀，我不是那个意思，对不起啊。成功把杯里的酒喝干净。别这样，好好和晴晴说说，大家都是因为心烦。几人离开后，我调了一碗最辣的酱料，大口大口地吃着，回忆着往事。成功和挣钱是我的大学室友，毕业后也在一个城市，感情一直很好。晴晴是我们班班花，长得漂亮，家庭条件也好。按理说我是配不上她的，但架不住我的软磨硬泡，总算是追到了手。毕业后她一直没有工作，我也尽量完成我当初对她的承诺，养她一辈子。让我没想到的是，我都快死了，她居然还是惦记那点钱，甚至连一句拿钱去旅游不如拿钱去看病都没说。回到家已经快半夜12点了，晴晴还没有睡，躲在被窝里悠悠地哭着。她这一哭，我又心软了。对不起，我心情不好，不应该和你发脾气。她一把抱住我的脖子，哭得更厉害了。林默，你答应我，不要死好不好？你答应要养我一辈子的，你死了还怎么养我？你别死好不好？我轻轻拍着她的后背，没事没事，也不一定就非得死，没事。我承认晴晴没有那么爱我，但好歹情侣一场，把钱留给她算了。最后这段时间就是旅游又能怎么着？也许他们是对的，与其把钱糟践了，不如留给晴晴，也算是祭奠一下美好的青春爱情时光。查出脑瘤之后，身体状况越来越差了，我也没有心思去工作，一直啃着老本。晴晴花销比较大，再这么下去，恐怕我留不下来什么东西给她了。我死了，她怎么办？啃父母？那等父母也死了呢？晴晴，要不你出去找份工作？她停下打游戏的手，
不可思议地看着我，你什么意思？我就想着，我死了，你得有条赚钱的路子。让我意外的是，他没有发火，也没有生气，淡定地点点头，你放心吧，我能养活自己。他真的出门找工作去了，然后开始上班，也会给我看他银行卡里的收入。这妮子开窍了，这也顿悟得太快了吧。总体来说，他有一份自己的工作是好事，但我不知道他找了份什么样的工作，都是晚上上班，将近凌晨才回家。问他，他也不说，每次都是一脸疲惫的倒头就睡。时间长了，我有点不放心，决定跟着他，看看他到底在做什么。晴晴提着行李箱，七拐八拐地进了一家宾馆。我的脸黑得像炭，头绿得像草。很快，房间里传来不可描述的声音。我几脚踹开门，眼睛红得想要杀人。晴晴一身性感的护士装扮，说是护士装扮，但也就一顶护士帽，加上白丝，没了，其他什么都没穿。啊对，手里还有一个黑色小皮鞭。郑钱被手铐扣着，眼神慌乱，嘴巴上的黑色胶带起起伏伏，把他激动又害怕的心情表现得淋漓尽致。要不是他的双脚也被捆在了床头，估计他得蹦起来叫爸爸。我用食指点了点于晴晴，又点了点郑钱。好啊，你俩真他妈行，这么绿我是吧？呜呜呜呜！郑钱对我一阵呜呜，我也不知道他想说什么。你呜呜你妈了个花裤衩子呢！他说让你听他解释。于晴晴躲在窗帘后面，小声的开口：好好好，你俩还他妈挺有默契。我一脚踹在衣柜上，你俩他妈真对得起我。咣当，衣柜里传来重物落地的声音。我打开一看，董成功一脸尴尬的看着我。大哥，那什么，误会，我没上场，我就是个摄像师。一把夺过他手里的手机，满屏的弹幕全是问号。我他妈一不注意还按到了镜头反转，我那张绿的冒油的大脸瞬间出现在屏幕上，然后礼物他妈就没停下来过。这大哥不会是女主老公吧？哇咔咔咔，看黄渤还能碰上捉奸可不常见。不是，这不是剧本吧？楼上的，你看正主脸都绿得像王八壳子一样，怎么可能是剧本？妈的，别拦我，我要再刷一组大火箭，太他妈刺激了！一拳打在董成功脸上，瞬间这孙子口鼻冒血，再骑到郑钱身上，左右开弓连打了数十拳。想想这个体位太让人恶心，站起来对着他的上半身一顿狠踹。晴晴跑过来，一把把我推下去，死死护着郑钱。你疯了？我疯了？不是你让我找工作的吗？这不是工作吗？你好家伙，气得一句话也说不出来。既然说不出来，那就不说了。扯着于晴晴的头发，一连又是10多个耳光。董成功把郑钱解开，两人冲过来想要动手。来呀，他妈的，反正老子就剩半年时间了，弄死你俩我还赚了。来呀！两人像集体踩了刹车，直挺挺地停了下来。房间里一瞬间很安静，只有于晴晴呜呜地哭着。一瞬间再也没了和他们说话斗气的心思，好像也就都这样了，没什么意思。我又看了一眼手机，直播间热度爆表，满屏的弹幕和礼物，所有人都在说这主播赚了，放在平时哪有这样的热度。对着屏幕大喊的几句杀笔后，把电话摔得粉碎。我这人上高中的时候爹妈就意外走了，亲戚什么的也很少来往。大学毕业之后和晴晴在一起，而后就是一门心思的赚钱。现在想想挺可悲的，赚那么多钱有什么用？20多岁的大小伙子，没出过省，没去过南方，没看过海，一个人一路往南方走，不吃药也不治疗，能坐绿铁皮就不坐高铁，可能是想让自己走得慢一点，时间也就过得慢一点，我也可以死得慢一点。一路走走停停，来到了杭州，发现自己是真的喜欢这个城市。现代化的外壳包含了古色古香，是个好地方。那就这吧，能死在这里挺好的。白天还好，人多热闹，晚上回到酒店心里就开始发慌，很讨厌一个人安静等死的那种感觉。还好我想到了一个好办法，去酒馆喝个酩酊，迷迷糊糊的回去倒头就睡，第二天晚上再去。这样浑浑噩噩的过了1个星期，遇见了他。那天我喝多了，坐在广场的椅子上醒酒。杭州夏天晚上的风很舒服，夹杂着运河独有的清新味道。一个扭头，不远处有一个人，怀里抱着一大捧鲜花。借着酒劲，我凑过去搭讪：这么晚了还卖花？他一愣：啊，对，今天的生活费还没赚够呢。我仔细打量了一下眼前的姑娘，一件略有发黄的半袖，但是很干净，短裤和半袖不太搭，短发，刘海盖过眉毛，长得挺漂亮，就是那双眼睛直直的，愣愣的，说话的时候喜欢用耳朵对着人，是个盲人。我叹了口气，都是苦命人呐，你还剩多少花？他看破了我的心思，谢谢你，你要买的话可以买1朵，买多了用不上。我搓了搓鼻子，我能用上，我要送人。他歪着脖子，甜甜的笑着，你这样的好心人我遇到过很多，真的谢谢你，我可以卖你1朵或者送你1朵。好吧，我买了1朵玫瑰，5块钱，很便宜。简单多聊几句，我拍了拍屁股，向广场深处走去。已经过了12点，广场人不多，但也还有一些。兄弟，帮个忙呗，你去那个小姑娘那里买朵花，我给你钱。美女，求你件事，帮我去那里买朵花，
那是我朋友，我想让他早点收摊，钱我付。陆陆续续，零零散散，小姑娘的花卖完了。让我惊讶的是，没有一个人回来找我报销，都是拿了花，开心的对我挥挥手，直接走开了。女孩歪着脑袋，愣了几秒钟，然后对着我的方向鞠了一躬，收拾东西，折好盲杖，向夜色深处走去。她怎么知道我在这个方向看着她？我嘟囔了一句，也得不到回答。那一夜，我睡得很香，没有孤单和害怕的感觉。本以为就是一段简单的邂逅，杭州那么大，怎么可能还会见面？可老天好像是突然发了善心，让我这个将死的人能多感受一下人间的善良。3天后，我又迷迷糊糊地往回走，一阵眩晕来得突然，剧烈的摇晃感涌进我的脑袋，一个趔趄，栽倒在路边。这感觉不是喝多了，是脑袋里那个东西要命了。也不知道过了多久，一双冰凉的小手轻轻拍着我的脸。醒醒，你还好吗？睁开眼，那个盲人女孩焦急地晃着我，路灯的光晕在她的头顶绽放成一个圈，她好像一朵从黑夜里走出来的黄花百合。怎么样？要不要我送你去医院？我挣扎着爬起来，想说话，嘴里好像含了一大口铁水，火辣辣的发不出声音。你怎么睡这儿了？你是住在广场那边吗？我送你回去。他认识我？怎么可能？清了半天嗓子，好歹是能说话了。你怎么知道是我？他笑了，我的鼻子很好用，你身上的味道很特别。味道？我闻了闻，除了烟味酒味也没别的呀。我没事，就是喝多了。那我送你回家吧。回家？好陌生的词汇，我哪里还有家？一想到这，悲从心中来，没出声，但眼泪一直在流。你怎么哭了？我擦干眼泪。你怎么知道我哭了？你眼泪滴到我手上了。对不起。他挪动了一下，坐到我的身边，把他的水壶拧开递给我。有什么烦心事？和我说说。也不知道为什么，明明只见了2次面，明明还属于陌生人的范畴，我怎么会那么信任他？我先是喝了一大口水，和他说了我得了脑瘤，活不过半年，又说了我的女朋友做了对不起我的事，又往前讲我的父母，讲我的小时候。他就安静地听着，没有插话也没有打断。确定我不再开口之后，有没有可能是误诊呢？你电影看多了吧？他笑了，我是瞎的，看不了电影。对不起。他摇摇头。你叫什么名字？林墨。你呢？林轩。你也姓林？对，咱俩是本家。我沉默了一会，纠结了一下，还是问出了口。你的眼睛受伤了，眼角膜掉了，泪腺也伤了，我还挺羡慕你能哭的，我都哭不出来。那你的父母不照顾你？我是孤儿，没见过爸妈。我盯着他的脸，怎么感觉这姑娘比我还惨？我半年之后一蹬腿就走了，她还得继续活着，继续在生活里挣扎，继续接受命运的摧残。我要是死了，我就把眼角膜捐给你。他摸了摸我的胳膊，把手搭在我的肩膀上。那你还是好好活着吧，活着比什么都强。我这瞎了有一阵了，都习惯了。去医院看了吗？去了，医院没有眼角膜，还得等。等多久了？他又歪着脑袋，半年了吧？还是7、8个月，记不得了。林轩用盲杖撑着地，站了起来。我送你回家吧。我拉起他的胳膊，还是我送你回去吧。我俩一路默默地走着，谁也没说话。走了将近半个小时，他说他到了。顺着他的身后看去，是一片破旧的老小区，住宅楼给人一种风烛残年的感觉。你家住几楼？6楼。6楼，这楼应该没有电梯吧？瞟了一眼他青一块紫一块的膝盖。我给你送到楼顶。楼道很窄，灯也坏了，还堆放了不少自行车和其他杂物。我一个好人走都费劲呢，更别说林轩了。一路上到6楼，他没啥事，我累得直喘粗气。他拿出钥匙开了门。那个，你要不要进来坐坐？我愣了一下，看了看表。算了，不打扰你了。没事，我家就我一个人，不打扰。还是算了，太晚了，明天的吧。说完这句话，我一头栽进了他屋里。等我再醒的时候，已经是3点多了。他听见我挪动的声音，摸着墙壁进来。你醒了？醒了。四下看了一圈，有点黑，啥也看不见。给你倒了杯水，你喝点。好，谢谢。我伸手去接，太黑了，真的太黑了。我俩指尖错过，我不故意碰上了他的胸，触电一般的缩回手，脸上好像有炭火在烤。对不起，对不起。他一紧张，杯掉到地上，水洒了一地。怪我，瞎久了就想不起来开灯。他又摸索着按下开关，我抬头看了一眼灯，没亮，可能是灯泡坏了。亮了吗？亮了。你又骗我，我看不见东西，但是有光感。他笑笑，你早点休息吧。客厅桌子上有水也有水果，你饿了可以吃。我打开手机手电筒，把水收拾干净，又来到客厅。桌子上是有些干瘪的苹果和发黑的香蕉，能看出来都是他平时舍不得吃的水果。对着他的卧室说了声谢谢，我剥了一根香蕉，有点变质了。天快亮的时候，我迷迷糊糊睡着了，醒的时候他已经出门走了。我把坏掉的灯泡修好，又买了一大堆的水果塞满冰箱，确定没有遗漏什么东西，关门离开。
不知道为什么，遇到林轩之后，我没有像以前那么惧怕又期待死亡了，生活也没有那么讨厌，世界的角落里还是有些光亮。他没有比我好太多，林轩可以乐观的活着，我为什么不行？不喝酒了，没事的时候就静静坐在广场的角落里，看着他卖花，晚上的时候会离老远的跟着他，送他回家。6楼的感应灯我也给修好了，每次楼下看见感应灯亮起再熄灭，我就知道他平安到家了。这样过了1个月，在一个普通的夜晚，他到了楼门口没有进去，转过身来对着我的方向，歪着头，要不要去楼上坐坐？我吓了一跳，他怎么知道我跟着他？摸着鼻子，略有尴尬地走到他面前，你怎么知道我跟着你？瞎了之后，其他器官就更灵敏了一些，比如鼻子，比如耳朵。好吧，我送你上楼。再次来到他的家里，他给了我一个电话，这个医生还挺有名，你可以去看看，万一是误诊呢，或者说不是误诊，也应该治一治。我抹撒那张纸条，心里五味杂陈。第一个关心我病情的，居然是一个认识了不久的陌生人。他又在包里摸了摸，是一沓钱。我也不知道你条件好不好，这是3000块钱，算是你这1个月护送的工资。我哭笑不得，你可别嫌弃少呀。那没有，先治病吧，能活着还是要活着，钱不够的话，我们一起想办法。我抽了抽鼻子，这回有经验了，没让眼泪滴到他手上。你一定要去看呀，如果你不去，死了给我眼角膜我也不会要的。随后他好像是感觉说错了什么，呸呸呸，你不会死。我拿走了纸条，钱没拿，答应他一定会去这个医生这里看一眼。其实对我来说，去不去的意义不大，哪怕医生说能治疗，再让我多活个1-2年，那又有什么区别？你一定要去看呀，我会问那个医生你去没去的。出了门，林轩的叫喊声还回荡在屋子里。那个医生的地址不在杭州，但离得也不远。这一路脑子里都是林轩这个女孩，那么好的一个人，过得太苦了。我俩到现在也没有联系方式，我想过问她要，但是不敢，甚至不敢和她建立太深的友谊。友谊越深，我死的时候她就越伤心。这个女孩不能再多受一点苦难了。目的地是一家诊所，老旧诊所，玻璃上贴着红色的大字，全科诊所，专治疑难杂症。贴的时间太长了，有些笔画已经脱落，变成了王斗诊所，专抬疑难纠正。这诊所特么能看病，来都来了，还是要见大夫一眼。大夫是一个40岁左右的中年男人，中午吃的韭菜盒子，半夜韭菜卡在牙缝里，逼死强迫症。了解过我的情况之后，看了医院做的片子，他的眉毛就没舒展开来过。你这片子不对啊，不对，正规医院做的片子，我还在正规2个字上下了很重的重音。不是说片子不对，是你这情况不对。哪里不对？先拍个片子再说。还拍？对啊，距离你这片子也有段时间了，看看最新的情况。行吧。穿过一个小走廊，后面的屋子里都是仪器，他扯开一块大白布，屋子里瞬间尘土飞扬。呸，噗，卧槽，别说是我了，他自己都呛得够呛。不好意思哈，挺长时间没用了，不过你放心，机器肯定好使。拍了片子，我坐在椅子上等结果。大夫说他出门扎个针，很快回来。等待的时候来了一个电话，挣钱打来的。这孙子给我打电话干什么？看我死没死。接通之后那边很着急，林默，你在哪呢？秦京出事了，片子也没取，我坐上了回老家的高铁。挣钱说秦京生病了，很严重，快不行了，他现在很想我，让我回去看一眼。屁吧，想我的钱还差不多。我回去不是因为我贱，是我实在好奇这娘们又打算玩什么招数。在我有限的生命里，多一点乐子也挺好的。到了医院，秦京正躺在病床上，大口大口地炫着螺蛳粉。这是病号，装都不装一下的吗？他没想到我能回来的这么快，看我进屋有些尴尬，用纸巾把嘴角的油渍擦干净。最近食欲不太好。哈，你食欲好能怎么着？直接炫螺丝呗，有事快说，我现在时间很宝贵。我想管你借点钱，干什么用？我生病了，没钱治病。什么病？就还没查出来？没查出来就提前开始借钱了？他急了，但是我最近这几天确实很不舒服，螺蛳粉吃多了拉肚子。不是，你听我说。行，你接着编。林默，男女朋友一场，你借我点钱，这钱我肯定还你。我气笑了，摇摇头，我死之前能还给我不？还不上我就烧给你。我咬着牙，脑袋里都是想着身在医院的情况下，有什么办法能让医生来不及抢救，直接把他给弄死。医生敲门进来，于晴晶，检查结果出来了。那个你先出去，医生找我有事。我的屁股更沉了一些，戏谑地看着他，我到底要看看你还怎么装，今天老子还就不走了，我还真得听听你有什么病。医生看看于晴晶，也看看我，这位是家属吗？我赶紧摇头，不是家属的先出去。没事，不是外人，我听听。医生皱眉，你和于晴晶是什么关系？我是她前男友。哦，那你不用出去了，她得的是艾滋病，省得还得另外再通知你。我坐在医院的凳子上，哭笑不得。说郁闷吧，还没有那么郁闷；说心情舒畅吧，
那肯定还是有点闹心的。我一个将死的人，多不多一个绝症对我来说没意义，但老天给我一种生怕我不死，崩了一枪心脏还不放心，还得补枪头的感觉。于晴晶得了艾滋，也算是恶人有恶报了。但我痛快吗？也不痛快。他现在对我来说就是陌生人，就是小丑，死活和我没关系。那是真的一点感情都不存在后的超脱感。林默，你说咱俩不至于那么点背吧？郑钱坐在我旁边，一脑门子的汗。我是无所谓，他不行呀。我似笑非笑的看着他，我去前边给你探探路，看看黄泉那边让不让超速。他咬咬牙，你什么意思？我双手垫在后脑上，舒服的伸了个懒腰。我是死猪不怕艾滋病，得不得能咋地？做人嘛，看开点，豁达点。郑钱嘴唇动了动，还想再说什么，就看见董成功火急火燎的跑过来，没搭理我也没搭理郑钱，直奔医生，给我查查，给我也查查。郑钱抓着董成功的脖颈，恨不得生吃了他。你查什么？你俩什么时候有的事？你这么绿我对得起我吗？我在一边笑得龇牙，果然绿人者，人恒绿之。不是，不算绿，你不是有的时候身体扛不住吗？我就替班，都是为了工作。一时间，我面前的世界额外的荒谬。上午检查的，下午结果就出来了，我没事。郑钱和董成功都染上了我对着检查报告大笑了10多分钟，眼泪都笑出来了。林默，你笑个屁！对，我点点头，靠着墙吹着小曲儿。你他妈不得好死！也对，我又点点头。郑钱冲过来，抬手要打我，被保安拦下了。被拖走的时候还在喊：“你他妈还能活多久？老子就算染上了艾滋，也比你活得长。”一个纵身，他挣脱了保安的束缚。我以为他要过来打我，没想到他直接冲进了病房，抓着秦晶的头发就是一阵打耳光。去你妈的！你到底和几个人睡过？你个贱货，从哪染上的病？董成功赶紧拦着郑钱，听郑钱骂得激烈，骂得气愤，眼眶一红，也不拦了，和郑钱一起打秦晶。好一出人间喜事！我又回到了杭州，但一连几天没有看到林轩，不知道他是有事还是换地方卖画了。我也去过他家楼下，待了几个晚上，几天6楼的感应灯都没亮。鼓起勇气敲了敲他家的房门，没有人，可能是离开了吧。不过也不重要，短短交集过后，不再见面也许是最完美的结局。过了几天，在一家酒馆的门口，我看见了他坐在路缘石上，有点迷茫，手里也没有花，白半袖有点脏，头发也有些乱，可别出什么事儿了。我赶紧跑过去，他鼻子动了动，把头转到我的方向，嘴唇微张，嘴角快速咧到脸颊，一个大大的笑容挂在脸上，再起身，一下子扑到我的怀里。你去哪了？这些天我一直在找你。找我？我先是在广场附近的酒吧找，没找到，后来就再走远一些，一家一家的找，可算找到你了。我的鼻子有点酸。傻姑娘，你找我干什么？你怎么没看结果就走了？你是误诊，真的是误诊。我的脑袋是懵的，一半是因为林轩这妮子居然找了我这么多天，另一半就是他嘴里说的误诊。真的。他说话有些着急，咽了一口唾沫。你不是脑瘤，就是有点出血。那天片子没出来你就走了，如果你没走的话，医生现场就告诉你啊。可是我去了好多家医院，都说是脑瘤。人家医生说了，这个情况确实容易误诊，出血虽然也有些严重，但不是治不了的病。医生让你赶紧回去找他呢。我一把把林轩抱在怀里，抱得紧紧的。他先是深吸了一口气，过了好久才缓缓地吐出来，有些茫然地把双手抱在我的后背上，轻轻地拍着。没事，明天我陪你一起去。一路上，我和林轩的手紧紧地握着，一刻也没有松开。到了那家破旧诊所，医生先是狠狠刮了我一眼。你还知道回来？你倒是跑远点呀！我尴尬地直搓手，对不起，那天真的有点急事儿。医生拿出片子，在阴影部分指了指，这个位置的阴影不是瘤，是出血了。不过这里确实和瘤很像，10个大夫能有9个都看错。真的吗？医生摆摆手，你要是不信我，就拿着这个片子，多走几家医院，走个10家8家，挂专家号，肯定还有人能看出来。一般这种情况都是医院开了刀才能看清。把头打开之后，发现不是肿瘤，是出血，清理再给缝上。到时候告诉病人和家属，瘤子切掉了，病人很平安，糊弄过去就行了。病人懂什么呀？根本不知道这是诊疗事故。我听得直点头，感觉这医生说的确实有道理。那个医生啊，我冒昧问一句，既然您这么厉害，为什么就在这开个小诊所呢？他瞪了我一眼，不该问的别问。随后起身，一会儿我给你开点药，你回去先吃着，能不开颅就不开颅，乐观的话，保守治疗就行。林轩，你和我来，我还有话和你说。医生拉着林轩去了后面的屋子，说了些什么。我满心满眼的激动，拿了医生开的药，我在林轩家里住了下来。2个房间，他睡主卧，我睡次卧。白天的时候他还是会出门卖花，我没拦着，也没有主动给他钱，这是最基本的尊重。偶尔我会陪他一起出去卖花，有说有笑。我要是不出去的时候，会在他晚上回来之前做好一桌子的饭菜，2人一起美美的吃顿晚饭。那段时间，生活一下子变得很快乐，所有的烦恼都被鲜花的香味掩埋。
唯一让我发愁的是，林轩的眼角膜还没等到。这都多久了？快1年了吧？怎么眼角膜还没有供体？不是着急的事，慢慢等，总会有的。我刮了一下他的鼻子，你倒是心态好。你不用死了，我当然心态好。我抿嘴笑着，大口的吃饭。你要开心的活着，我们都要开心的活着。我狠狠地点点头，虽然他看不见。咔嚓，窗外的闪电划破黑幕，闪得屋子里明暗不定，随后又是几声轰隆隆的巨响，伴随着林轩小声的惊呼。我赶紧下床穿鞋，坐到他的床边。他像一只吓坏了的兔子，裹着被子靠在墙角。怎么？害怕打雷？他无助地点点头，从小就怕。我往前挪了挪，把林轩抱在怀里。没事，不怕。抱着他的一瞬间，他不懂了，只是抱着我的胳膊有点僵硬。打雷嘛，没什么好害怕的，你就当外面在放烟花。好，我看着他的脸，鬼使神差地亲了亲他的额头。他没躲，脸红了。还是在你怀里听烟花比较放心。他用脸蹭了蹭我的胸膛，以后每次听烟花你都抱着我好不好？我笑了，小傻瓜。很快，他在我的怀里睡着了，轻轻地打着鼾。早上，我煮好了粥，看了看还在熟睡的林轩，轻轻地关上了房门。市医院的医生皱着眉头看着我，你确定放弃治疗了吗？我确定，这个必须家属来签字，得确保他们的意见一致。我没有家属，你还有什么需要交代的吗？我点点头。有，我的眼角膜要捐给林轩，他的身份证是。还有，我这身上能用的零件，乱七八糟的，能捐都捐了吧。对了，林轩眼角膜移植的手术费我出。还有，如果方便的话，请帮我把这封信交给林轩，等他能看见了之后再给。我的视线越来越模糊，病房里的天花板没有规律的旋转着，脑海里回忆着和林轩的点点滴滴。傻丫头，你怎么能那么傻，居然被那样一个医生骗了？他呀，就是忽悠病人救命钱呢。那天医生把林轩拉到后面，说他也能做眼角膜移植，不用什么供体，用人工的就行，换个塑料硅胶的上去也一样。如果需要的话，直接把钱给他。林轩当时说他没有那么多钱，医生让他赶紧凑。这丫头那么缺钱都没有和我张嘴借。我打听了，眼角膜确实有人工的，但效果没有移植的好，而且绝对不是又塑料又硅胶的，能做的都是大医院，一个小诊所根本没有医疗条件。没有拆穿这件事，还是想给林轩一个希望吧。这个傻傻的女孩应该活在希望里。林轩呐，希望你重见光明之后，不要再那么轻易的被骗了。那封信，等你眼睛好了慢慢看，都是我的心里话。我的意识越来越模糊，嘴里呢喃着信上的内容。林轩，谢谢你，让我在生命的最后时光活得快乐。遇见了你，这半年每天都很开心，但可惜我最终还是没有误诊，不能一直陪着你这个小傻瓜。我恨过老天，不是恨其让我生病，而是恨没有让我早些遇到你。无论如何，我在人生终点线前过得很开心，也算是一件喜事了吧。你用着我的眼睛重新看到这世间繁华，也算是一件喜事了吧。至少对你来说，算是一件喜事了吧。好好生活，好好快乐，祝好，再见。番外，病房里，护士为一个长相颇为漂亮的女孩解开眼睛上的纱布。女孩刚开始眯着眼睛，不敢看窗外的光亮，适应之后，歪着头，傻傻的笑着。随后好像想到了什么，嚎啕大哭，哭得撕心裂肺，嗓音沙哑，可偏偏没有流下一滴眼泪。全文完。